现在接着看一下它的最低油耗能达到多少。今天呢，我把市区油耗、最低油耗，还有国道85到90的速度匀速巡航3种状态下的油耗全部测出来，大概跑500公里左右吧。好，现在接着跑，我们看一下油箱，油箱是满了。出发的时候大概是12点半这样。好，开始计时。现在来试一下拿破仑450这台车，6档的情况下多少转会脱档？现在已经降到1800转了，1600转时速33公里，基本上是极限了。这车辆的最低油耗呢，都是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而这台车呢，在这个速度区间呢，基本上是3000转左右，油门的顿挫呢，没有市区测试油耗的那么明显。跑了5个小时，12点半跑的，现在已经是下午的5点半了。这里显示跑了229.6公里，而这里显示的是跑的是227公里。运动时间是4小时30分钟，运动的平均速度是50公里。好，已经和出发前的一样了。页面，我们看一下消耗道流，6.13升，227公里，6.13升，6.13除以2.27，等于2.7升每100公里。2.7升的最低油耗和无极的 C525一致，但是这台配的是150和180的前后胎，车身呢也更加重，不过呢它的排量也更加小一些。好，接下来继续测以85到9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模拟一下国道的油耗。现在已经是傍晚的6点了。小节里程表也清零一下，这里也开始计时，油箱是刚刚加满了。好，现在正式开始出发。这台车6档以90的速度匀速巡航呢，转速大概在4700转左右，最高的转速达到10200转左右。这样换算下来呢，6档也是作为超速档设定，目的就是国道巡航的时候能更加省油，所以这台车的极速也是出现在5档。跑了234.8公里，而这里显示的是232.45公里，平均速度是76公里，总里程是791。今天早上的时候还是230。好了，和出发前的页面一致的。我们看一下消耗多少汽油，7.49升，跑到232.45公里。7.49除以2.325，3.2升的油耗，跟市区的油耗基本上是一致的。而之前我测的车型也是一样的。市区的油耗跟国道85到9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它们两个的工况下的油耗是很相近的。以58的速度匀速巡航，油耗2.7；以88的速度匀速巡航，油耗是3.2。市区的最低油耗呢也是3.2。这个油耗相对来说控制的还是可以的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齿比设置的比较疏，所以导致它巡航的速度下转速并不是很高。但是设置比较疏呢，会不会拖累到加速呢？这台车呢已经1000公里过了首保了，接下来对它进行加速、极速等性能测试的，它到底是不是又省油、动力性能又好？